千万别再当韭菜了。大家在迷茫的时候，有没有问过自己，创业会不会越来越难？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创业？什么时候可以创业？就跟时尚有轮回一样，历史它是个轮回，创业也有轮回，它不可能越来越难，总会有更新的创业机会。想到就去做，没有适不适合，谁说跨界就不能出彩啊？咱是没那条件，要不我高低都得整一段，妥妥流量密码，只看你愿不愿意去做。当然，选择一个合适的创业方向也很重要。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选择创业方向，就去研究历史吧，真的，学学那些企业家，历史就是最好的老师。别天天盯着韭菜课程当韭菜了，因为答案就在历史里边，而且是保姆式服务，婴儿车一般贴心啊！不管咋说，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才能更快的抵达终点，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。中国是个农业国家，广义来说，摆在普通人面前的只有4条路：务农、经商、考编以及打工。现在请遵从你自己的内心，如果你心怀家国，可以选择考编，或者当一个只会干饭的打工人。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对你可能没有什么意义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，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？从古至今，每逢乱世，第一个遭受打击的绝对是工商业。为什么？原来我一直觉得是因为世道太乱，百姓谋求自保，社会整体消费水平会降低，间接导致市场低迷。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，或者说不全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工商业的发达与否，从来都是跟政策挂钩的，或者说跟当下的国情挂钩。举个例子吧，不说唐朝了，唐朝是繁荣，但唐朝的例子都快被说烂了，咱们换个，说宋朝。要疆域没疆域，甚至严格来说都没能实现大一统。论军事实力，周围的金国、西夏、蒙古哪个不比他强呀？但是论经济实力，这几个就没法比了。从太祖赵匡胤建朝到仁宗赵祯执政，不到90年的时间，宋朝经济就已经高度发达，尤其是印刷、造纸、丝织、制瓷等工商业一路远销南太平洋、中东、欧洲，甚至是非洲等50多个国家。国际贸易玩的是风生水起，你能想到这是一个建朝初期时常入不敷出、商旅不行，甚至资不抵债的王朝吗？先别急着吐槽，我这可不是混时长。王朝兴衰确实跟个人创业没啥直接关系，但是谁告诉你只有商品经济才能叫创业啊？巨人肩膀真要那么好上的话，还叫巨人吗？这2句话才是水时长。咱们先把这个例子的特点总结一下。首先，宋朝周围有强敌，而且不止一个。其次，宋朝支持商品经济，海外贸易发达。我们接着看下一个例子，秦国。商鞅变法后大一统之前的那个秦国，秦国在发展经济这块跟宋朝走的完全就是2条路，不光重农，而且抑商，商品经济直接就扔掉不要了，就是一门心思跟农业磕到底。是个人都知道，商品经济的利益要远大于农业，包括商鞅他自己啊，他也清楚这一点。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选？因为商品经济的本质是商品交换，而商品交换却无法产生资源，就这么简单。秦国周围强敌环伺，这就代表着所有的商品交换行为都只能局限于秦国有限的疆域里边，除非秦国想不开，愿意用自己的资源去武装敌对势力。就比如我有10个棒棒糖，你有10个面包，咱们交换，换来换去，结果一无所有，都吃掉了。这就是秦国工商业所面临的情况。继续支持工商业的结果，只会是通货膨胀、经济衰退。所以啊，秦国能选的就只有农业这一条路。虽然收益可能不咋地，但最起码能实打实的产出资源，积少成多嘛，不是？总归是发展的。还记得前面宋朝经济的特点吗？它跟秦国一样，都是周围强敌环伺。可宋朝的优势在于拥有秦国所没有的海上丝绸之路，海外贸易发达，既不用担心过剩生产力成为敌人的武装，还能产生更大收益，获取更多资源。那还担心什么呀？回归我们的创业主题啊，现在大家知道怎么选了吗？就前面这2个例子，自觉代入就完了。如果还不清楚，那就接着往下看。问一个灵魂问题：创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相信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绝对是钱。我再给你时间好好想想，如果还觉得是钱的话，那我也可以很直白的告诉你，你不适合创业。你见过哪个国家发展经济是靠钱发展的？还是说你见过哪个国家是靠卖废纸发家致富的？津巴布韦不算，我觉得它真有可能。钱是什么？它只是用于商品交换的一种契约，或者说是衡量尺度。脱离了市场就是废纸一张，一文不值。你就算说黄金、白银这些贵金属，它也比钱靠谱呀。创业的目的，往小了说是为了资源，往大了说那可就厉害了，报效祖国，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添砖加瓦。如果你能意识到这一层，那你还在犹豫什么呀？答案这不是很明显了吗？为国家经济发展添砖加瓦，为国家经济发展，为国家，国家就是那个巨人。开头不是就说了吗？工商业的发展从来都是跟政策挂钩的，或者说跟当下的国情挂钩。如果你还要我说的再明白一点，真的，我该考虑我这条视频还能不能发得出去了啊！毕竟咱不是什么权威专家啊，说好听点是知识分享，说难听点那就是妖言惑众。不过真要说的话也能说，咱说的简单点，没事多看看新闻，现在经济全球化，国家发展那么好，
只要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，那商品经济的赛道还不随便选吗？需要注意的就是个趋势问题。先说国际贸易这块，海外市场还有没有扩张空间，有没有被针对，自身又有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竞争？主流意愿是扩外需还是保内需？再说内部市场，往小了说，你的目标赛道是不是趋于饱和，有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？或者说你的竞争力是不是足够大？往大了说，当下市场的主流思想是不是想保内需促消费？如果是，那就别闲着，好好想想你的下一步。看看内部市场是不是存在一定幅度通胀，通胀的原因是来自于内部还是来自于外部？如果是来自于内部，那就是供小于求，典型的卖方市场，那你还等什么呀？可如果来自于外部，虽然有点麻烦啊，其实也不要紧，你就把它想象成鲶鱼效应里边的那条鲶鱼就好了，好好提升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。要是看到这里你都还拿不准，或者以上几条你连琢磨都懒得琢磨，真的咱就别选商品经济这条赛道了，不适合你，而且风险还高，何苦呢？跟我一样回家种地，谁说务农就不是创业了？而且现在环境这么好，农产品同样具备商品经济的潜力啊，风险还小，多好呀！我是大木，我们下期再会。